Hello，后来是哎，久违的3D 皮啊！我真的跟你们说，你知道我打开这个3D 皮有多不容易吗？我去了！哎呀，我之前这几次开的我真的是，我之前开了这个3D 皮套之后，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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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开，我都打不开直播界面，我的浏览器根本就打不开，所以有好几次想借着机会播3D 皮都没办法播，搞得我的这个3D 皮有点恐惧。然后我一开这个电脑，嘣的声音就上去了，风扇直接就启动了。快来了啊！咱们最后的这个法庭啊，最后的法庭，终于要完结了，家人们，终于要完结了。昨天调查让所有的关键指向了一直以来我们的心结761号事件。天顿还有2名尚未露面的干部，近日即将出庭的正道线上也会非常难缠。所以做了很多准备，不管怎么说得打起精神。冬雪 fighting 啊，龙叔 fighting。你已经不是新人了，一会儿在法庭上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到底就好。啊，是沙姐。我这是来通知你们的，被告会被直接押送到法庭里面，你们在开庭前不会见到他了，可以直接进去了。检方认为他有可能涉嫌更严重的犯罪。啊，这个应该是之前他们在那个第1章那个，就是小区发现军火的事情啊。这么夸张的阵仗，几节课好久没有遇到了呢。就是今天庭审可能会发生任何事，你们啊就慢慢加油吧。怎么说呢？看到上仙姐这副轻浮的样子，我反倒不怎么紧张了。姐姐的功力你是知道的，那个陆姐则会做出各种难以预测的行动。接下来拜托你了，有任务快进法庭吧，遵命。遵命。OK。OK 啊，开庭了啊！你们双方都准备好了吗？辩护方已准备完毕，检控方无需多言。上回庭审中有很多疑点，因此审理不得不延期至今日。经过昨天调查，检控方你可有新发现？你来说。证人所提交那段视频，专业人士在分析之后，这段视频已经无法还原。画面即使被提亮，也可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光圈，其中的脚步亦无从查起。该证物价值不高，哎，这 flag 啊，家人们 flag， 肯定价值很高啊。不，那个光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线索，虽然我还摸不透它的意义。我们暂时无法论证它和本案的关联，还是等等再说吧。除了这个，警方在昨天调查中还有一个意外的新发现。而这个发现会彻底的改变本次庭审的走向，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呢？这次案件中，林小璐使用的装备十分特殊，所以反而更容易锁定来源。我们在洗衣永宅小区进行了紧急搜查，经确认有一批警方追查已久的失窃警用装备一直藏在此地。除了警用装备之外，那座小区的仓库内还有大量军火。哦。我开声音了吧？檀木基说：“外挂城市檀木测试。”肃静，肃静！没想到检控方还能借此机会侦破如此重大的案件。不过，还请问这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呢？本地庭审只是一桩杀人案，规模化的生产军用、警用和军用装备与流通在黑市的水货不同，有着明确的编号。天下众生人人如龙进入直播间。欢迎如龙，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山下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次的法庭了，大结局了。我们已经查明这次案件林小璐所穿戴那件特殊的防弹衣，这是来源于这批军火。竟然这种事！当初陈默检察官曾在那里获得一张寄给象县，也就是朱平江的明信片。现在想来，那个证人的马思竹应该出于某种原因，把遥控器寄给了朱所长。是的，检方已经仔细调查过，那个马思竹与天顿并无关联，也恰好被卷入。但幸亏警方发现及时，否则这批军火的数量和危险性，不知道还会搞出什么腥风血雨。
肃静，这真是太可怕了！这些东西究竟是被什么人藏在那里的？关于这一点，警方现在要出示。等等，抱歉打断你们庭审。果然啊 ，boss 他最后还是他，得把他拉下水。这是怎么回事？我昨天还见过这个人。受邀参加了他的剪彩仪式，竟不料有不法分子将其利用，实在令人痛心。已经做好了证人的登记工作啊，现在就要发言了。正岛先生已是已经注册的证人。给出一些看法和一些建议。自古本有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之说。欢迎最后的红叶进入直播间。红叶，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最后一次庭审，要大结局了。希望今天能大结局结束。审判长阁下，请允许本人做一次简短的发言。正言开始，上来就正言啊！这座天际贸易中心乃是我国与贵国传承紧密合作关系的象征。此轮杀人现场史书国之不幸，犬子牵涉其中，则为家之不幸。而本案情复杂，事实曲折难断，在2日内从重判决，未免太过武断。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本人在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让我们的法官一同审理。两国警方多些期间调查也好，避免调查不清、证据不足而贻笑大方。暂先搁置半年。看来是戳到痛处了。本案发生在我国国土之上。你们真的想过法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吗？现在身份是证人，法律的第一定义都是一种工具。具体而言，它是统治阶级为了管理国家城市所颁布的行为规范，永远代表着统治者的意见。如今，本人这个国家元首正在向贵国申请合作。肃静，正道先生，您如果这样的话，本人确实有点为难了。欢迎国务椅子进入直播间。欢迎国务的椅子，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国务的椅子，好久不见。现在在播那个无罪之庭的最后一个庭审，要大结局了要。虽然本国的社会制度天照民国完全不同，但审判长级别确实与他完全不对等。喜中宅小区，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怎么吟诗了呢？我连一首歌都没有听完，你就想溜走吗？我说的是喜雍宅小区，就是刚刚被您打断的喜雍宅小区仓库私藏军火的事。刚才雷姐没有说完的话是，那个小区有90%的股份都在一名天照民国人的手中。也就是说，贵国似乎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实际上将大量走私军火藏在了我国境内。正道先生，你可自嘲此事？毫不知情。不，这和本案息息相关。我们的调查已经证明，死者林小璐护理身上的装备恰好来自这批军火。警方还对比了这些年来天盾组织成员中缴获的武器，这些武器与喜雍宅仓库也属于同一批。所以，天盾用于对抗军警的武器全部藏在本国。武器装备是一个犯罪组织的命脉，它甚至比金钱更为重要。没有任何一个犯罪集团首领会轻易将他们交给他人。也就是说，拥有这批军火的人很有可能是天盾头目华穗，不是吗？
洗衣庸宅的股份持有者来自天照民国，也就是说，花穗的真身极有可能是一个天照民国人。正是如此，想要避开我国警方耳目的情况下，将如此大批军火运送至我国境内，并非易事。若非有权有势、手段高明的人物，定然难以做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恐怕在贵国也是屈指可数吧。LT 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个庭审，要大结局了。天道先生，您对此难道没有一点眉目吗？不仅如此，不如就来听听我国警方的意见如何。天津贸易中心事发与天队近来频繁活动不无关系，而组织要员林小璐和李湘却在此时突遭谋杀。如果说天队首领华穗与此事毫无关联，恐怕在座的各位没有人相信。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华穗的真身就藏在天津贸易中心附近。如果按照刚才推论，华穗是一名有权有势且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的天照民国人。不劳您费心，我和前辈的办案方式虽然不同，但这次我们站在同一阵线。这家伙虽然平日一副没睡好的模样，但今天可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天道先生，刚才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要对这类人物进行突击排查，相信很快就能查到华穗的真身。现在天顿大敌当前，我认为拘泥于这种形式的礼节不太妥当。天道先生不觉得此事正是我两国协同调查合作共赢的好机会吗？您若拒绝，我们自然无权阻拦。若您是要推迟审理，我们自然也会上报领导。不过在天顿首领现身这样一个爆炸性的话题下，关注本案的全球媒体会怎么说怎么做，就不是我一介检察官可以决定了。能找到可疑人物，不仅能剿灭天队，也能使本案真相大白。届时还请郑道先生及令郎积极配合，为双方合作做个表率才是。如果要找可疑人的话，本人自有重要线索可以提供。案发当日，我目击到了一个决定性瞬间，又是决定性瞬间啊！有一说一，大 boss 上来就要站在证言，都站在证人席吗？既然如此，愿闻其详啊！现在检察官女士苦苦相逼，本人就只好将当日所见全盘托出了。杀害林小璐女士的人并非全子，但真凶的身份本人也无从得知。当时本人正在天头眺望这座繁荣昌盛的城市。案发之前，电梯门突然开启，我看到死者正背对着我，被一名黑人用枪指着。本人连忙躲进了旁边的消防柜中。不久之后，我亲眼目睹他被黑人开枪射杀。黑人离去之后，玄子银河才在顶楼出现，他绝不可能是凶手。就没地方藏呀。犯罪！检方还没有开始询问这名证人。询问啊，本人所目击到事实都不会改变。OK， 其实我觉得躲到那个消防栓里那块儿很有问题啊。亲眼目睹了凶手行凶的过程，那么子面是从正面射入还是从背后射入？很遗憾，身在柜中，本人只能从柜门的缝隙里依稀看到两人身影。但唯一肯定的是，正是那名黑衣人射杀了死者。犯罪！被告银河清楚地目击到移动尸体，这和你的说法完全矛盾。本人看到的是尚在人世的死者，这与犬子移动尸体有何矛盾 ？OK， 那不是这一句。等等，银河君来到天台之后，他看到您了吗？本人无法确定，但唯一的角度看来应该是没有。为了防止凶手折返现场，本人并没有立刻从消防柜里出来，而静观其变。门缝虽小，但是看清身影轮廓并无问题。我总感觉消防柜很有问题。这两人是一同搭着电梯上楼的吗？
但是死者背对着电梯门口，凶手用枪指着他。死者背对电梯门口，凶手枪指着他，将他逼出电梯。这样行为不是很奇怪吗？凶手为何不直接行凶，却冒着风险威胁死者坐电梯到顶楼再开枪杀害？等等，监视目击者为何隐瞒到现在？阻碍庭审既有损本人公众形象，更与本人心愿相背而驰。等等，李小璐女士，这称呼相当生疏呢。法庭是正式场合，本人在使用规范用语。OK。反对。李小璐是。正道是李小璐养父一事，我们是通过非间接的方式推理出来的。虽然银河承认林小璐由他母亲收养，但正道和这件事情没有直接关联。OK， 忘了在这个话题上推荐手法被抓住把柄。等等，为何这么早的到达会场？当时开枪射杀不应该是在101层？ OK， 看来是这个了。本人听说顶楼的转盘能为整个城市提供卫星信号，出于好奇上楼看看。OK， 应该是这一句啊，应该是新加的这一句有问题。你为什么会对这项技术感到好奇？天照民国与贵国不同，我国国土狭小，位于岛屿之上，地势复杂，无线网络和卫星信号覆盖是一困扰民众的大问题。那么，一转盘结构若可以为整座城市提供信号，对某国有莫大的模仿纪念价值。想想啊，看看啊，顶楼，这块我保存一下。这个地方，顶楼的转盘，就这个，天照民国方面也无人了解其中的秘密，应该是这个。反对。对。郑导先生，您刚才说到顶楼去是为了参观可以提供卫星信号的转盘结构，没错，真的没错吗？您为贵国元首可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您的证词确实没有输了，但正因如此才奇怪。审判长，还有2位是检察官，我这里有一份天际贸易中心的宣传手册，上面写着我国投建者在大楼顶端设置了造型独特的设施，该设备的运作机制和具体功能，直至剪彩仪式当日将严格保密。就连天照投资方也无人了解其中的奥秘，也说顶层的结构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反对！您继续保持沉默，本人也无法坐视不理。此举令人不得不怀疑您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如果你选择闭口不言，只能说明您刚才所说的是谎言，那我们只能理解为您是因为某种原因才不得不出现在天台。您在事后得知了转盘的功效，才借口说出自己前去观看的，不是吗？几位言外之意是在指控本人为那处理尸体的人了，或者说是本案真凶。我们还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冒犯。关于这个问题，请您解释一下。郑道先生，这里不光是我们，还有众多听众也在关注本案。您先前曾说，身为一国政要，一言一行都要顾及各方面的影响，那么您不更应该坦白事实，为民众做出表率才是吗？的确，本人刚才为了某种目的，当庭说出一些不实的内容。有一点必须修正，那就是本人并没有去过天台。本人仅仅是在188层听闻楼上传来枪声，希望能一探究竟，这才上楼，目击到了凶手在天台处理尸体的情景。
正是如此。啊，又没看到了啊，又没看到。只是为了避免麻烦律师一些事实与真相无关。现场目击到一名可疑的黑衣人，按照实际情况来看，杀死者的只有可能是他。确实如此。一派胡言！哪怕当日天津贸易中心戒备森严，怎么可能有什么黑衣人？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声称，至少得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吗？黑衣人存在铁证。无妨，我正打算将此事与各位讲清楚，相信你们听了我说的话，就会明白本人为何如此认定。是的，为了本国颜面与犬子安危，本人编造一段不应存在目击证词。本人刚刚所言并非虚假，乃根据现有情况推理分析而成。当日，本人虽然没有目击案发瞬间，却看到那位黑衣人处理尸体逃离现场，还有擦肩而过时掉落一件决定性证据，他能够证明银河并非凶手。方才情急之下将推论当成结果，把推论结果当成事实说出是本人处置失当，但结果并无改变。当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杀害灵魂路灰里香也就可能是那名黑衣人。原来如此啊！正道先生爱子心切，也情有可原。既然证人已经修正证词，那就继续吧。但这次和上次不同，他在证词中提到了证据。从雷检的反应来看，恐怕检方也未曾掌握这样的情报。当庭临时提出未认证的证物，在我国之中是不被允许的，那将手眼通天，怕是已经疏通的警方高层必须谨慎应对。那么压力会很大哦。只有可靠，只有询问而已。OK， 来询问。保存。等等。也就是说，您目睹了凶手处理现场细节吗？正是如此。能否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本人提前来到188会场，打算私下参观片刻。突然间，本人听到连接层与天台。为什么会觉得案发现场是在天台呢？不是之前一直说在101层吗？怎么没人提这事儿呢？突然间，本人听到连接188层与天台的楼道处传来响声，本人赶到其中便前去查看。恰好看到一名黑衣人正在天台做什么，于是从楼道跑了上来。事发突然，本人随即躲到楼下，可一看他又挡住了脸，无法看见他的容貌。且听本人说完，见到有人下楼，本人自然而然地上楼查看。正是那时，本人看到了天台上的惠里香尸体。之后一阵脚步声促使本人躲进了消防柜，进来的人正是犬子。OK， 等等，那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枪掉落在楼梯上。本人下意识地将那把枪捡走并收了起来。本人将这把手枪带到庭审现场，现在在这个呈递给诸位。我们搜遍了案发现场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第二把枪。没错，因为他把枪带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收进了怀里，你自然找不到。对呀，你根本就没有证明自己说法的证据。杀害死者的子弹硬度太大，根本没有办法留下枪线痕。连致信贵国司法部长。并且随意盘查我国公民，单方面自说自话审理，现在还拒绝我方提供的必要协助。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请接受本人以官方身份提供的证物。OK 啊，正道提供的凶器手枪。
被人受理一件新的任务。OK， 等等，要求将刚才所说的话加入证词。我方询问还没有结束，这人只不过提交一件新的任务就行了，太不妥当了。这人在提交任务的同时，还对他进行了几句描述，辩方认为这是很有重要的证词。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任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唯有在我方询问之后才能找到答案。雷检，经过这段历史生涯，我明白一个道理：律师和检察官并非势不两立，他只是站在法庭天平两端的不同职业。如果说检察官所需要的是相信，你们就要相信警方的调查，相信自己按行动推断，并把它带到法庭上来。那么律师的作用就是要不断的怀疑，检方推论可能存在漏洞，警方调查可能有遗漏的角落，推断背后可能掩盖的事实。真正的答案只有在天平不断摇摆中才能显现，不是吗？所以我方既不能接受这件任务，也不能任何检。的大象进入直播间。欢迎大象，晚上好，欢迎来到下期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现在是最后的庭审了，马上要大结局了，也不能任何检方直接否定他的态度。的大象说：“这不是我的好伙伴吗？”是啊，比心，比心，比心，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比心啊！想要对这把手枪进行定义，唯有通过进一步询问才可以。希望你能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我方接受辩方的提议。OK， 你说没有异议，郑涛先生您在听？当然了，也麻烦您接受辩方的请求，将刚才所说内容正式加入证词。很好。OK， 凶手就是这把警用手枪，在天津贸易中心的某处射杀了死者。警用手枪、啊。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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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比心，哎呀，这个识别起来确实很困难啊，而且这个视频识别，这个，等等，凶手真的用这把手枪杀害死者吗？本人不觉得存在其他可能。你没有亲眼看到犯罪事件，却如何能断定他就是凶器？凶手所穿服饰并不方便携带枪械，本人认为他不可能藏匿第二把武器。这是一把警用手枪，你怎么会知道这一点？本人并不了解贵国警用装备的型号，之所以声称它是警用的。感谢非常的大象的一个粉丝团灯牌，比心，比心，比心，感谢大象的粉丝团灯牌，哎，凑合比吧吧。之所以声称它是警用，仅因为在昨天庭审上那位性杀女性刑警曾经提及而已。什么？他创造的东西我没太理解。实质性的证据，准备证据时就犯下了某种错误。看看啊，我看一下当时说的那个。如果他根据这些信息创造的东西不只是证词的话，肯定是这一句没跑了。但是是哪个证据呢？我想想啊。击中青鹰的子弹。在这儿。这个犯罪是12毫米的。郑导先生，不管您是想解救您的儿子，还是希望自己的政治生涯免受影响，我都可以理解为你想要迅速结束此案的心情。但无论如何，您都不应该在法庭中说出这样的谎言。没错，不仅是刚才的证词，连作为证据提交的凶器手枪，还要看到黑衣人的说法。恐怕从走进法庭开始，郑导就没有讲过一句真话。没错，请看这件证物，这颗杀死林小璐名为风雪的穿甲弹是他从所佩戴的防弹衣中取出来的。如各位所见，这枚子弹的口径是12毫米。你刚刚在证词中提到，凶手就是用这把警用手枪射杀了死者。我国警方配的现役手枪口径为9毫米，就像您提交的这把一样。咱们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如何要发射出一枚12毫米的子弹？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怎么还有林小璐的事？藏狐。”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林小璐和我说的林小璐是不是一样？在这个游戏里面，林小璐是这个案子的死者。肃静，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陆伟在昨天清晰地提到，在案发现场找到一把警用手枪，并怀疑它是凶器。本人提供的也是一把贵国的警用手枪，两个规格怎么会有所不同？为了降低执法风险，从4年前开始，我国警方统一更换了配枪，而案发现场发现的这把10中线的配枪是5年前的型号。昨天审理中，我们的确提及凶器是一把警用手枪，恐怕是某人的下属传达信息有误，导致他忽略了配枪年代的问题。那先生，您这件伪造的任务恐怕做到也太粗糙了一点。这上来大 boss 就出事儿吗？还是说真正的华税是银河呀？我靠！我现在严重怀疑他们负责量。非常悲伤的大象说：“好的，我喜欢梅夏兰，傲娇。”可以，有品位，兄弟。其实我觉得这老哥也不错，尤其是他之前那个，他之前一个人打的时候，一打响指，驳回，巴拉巴拉，驳回，你的这一条巴拉巴拉，驳回，这一条又巴拉巴拉，驳回啊，全部驳回啊！这道现象，当正提交伪证，在我国法律中是适用刑法的严重罪行。虽然您拥有原手豁免权，我们无权对您发起处罚，但我作为审判长，为了审理的秩序，必须要求您立刻退出。非常悲伤的大象说：“但是他是男的，我和他性别不合。”可以，傲娇。可以，审判长先不要急，我还有话没有说完。郑大先生，既然这把枪已被证实是伪证，您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您是从何处得到它？非常悲伤的大象说：“而且绿毛容易让我想到流星。”流星是什么？什么流星？要知道，在我国可没有合法购买枪支的渠道。我昨天连夜查询了您从天照民国带来的武器，其中可没有这样的枪支。我看购入，我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在昨天，检方在欢迎西汉月，晚上好，晚上好。非常悲伤的大象说：“家有儿女那个。”啊，家有儿女没怎么看。欢迎西汉洛，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最后大结局了呀，最后的庭审了呀。检方在洗雍宅小区仓库搜出了一批非法持有的军火，而今早警方已经核查完毕，将他们的流通记录如数整理成清单。其中一位经手者的姓名你应该很熟悉吧？西韩洛说：“你还要大雷？”什么叫我还要大雷？什么我还要大雷？如果我说他不是本国公民，那么就由我来提醒你吧。这个非法购买军火的人，正是天照民国公民什么松田翱翔，这是谁？西韩洛说：“还有，打错了。我本来就有，只是你没有见过而已。本来就有，好吗？我给你们看一下。播放一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西韩洛说：“有点大，本来就是大雷，好吗？我的2.0皮更大，更大。小一点，往下放，往下放。有点太大了，有点太大了。OK， 松田，认识谁？我没印象。海江田家的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一些外人，还是个外国人来插手？啊，松田君送行。我说，别跟我说有菠萝蜜那么大。反正是挺大的。当时提的要求是大雷成女。这个松田翱翔难道就是真令人惊讶？没想到连松田君都，这名叫松田的男人正是你正道的保镖和亲信。只是非法获取的枪支却成为你当庭出示的伪证。正道，我们现在要追究的可不仅仅是你的伪证罪了。如果不是你当庭把这把枪拿出来，我们还无法进一步锁定嫌疑人。正道，检方现在有理由认为，正是你在利用副总统地位掌控那座小区仓库内的军火贸易。西韩洛说，可以有点小众，但不能很严重。没有很大，没有整的跟那个夜兰航线似的，没有，太大我也不太喜欢，一个合理区间的大。想不到吧？你们双方自开店以来就对本人八罚不断，贵国的法庭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你昨日突然申请入庭作证，我早就有警惕，你甚至会帮助庭审顺利进行，实际去想尽办法阻碍庭理进展，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强行打断审理，还捏造证词，故事伪证。
如何让人不怀疑你的真实目的？很遗憾，正道先生，您刚才所作所为不仅对案件的解决毫无益处，还透支了您的公信力。在刚才证词中，您2次修改自己出现在天台的原因。第一次声称自己是去参观一个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的转盘结构；第二次，您又说被一个子虚乌有的黑人逃离现场发出的动静吸引。这漏洞百出的谎言让我方不得不怀疑您出现在现场的真实原因，以及您和这个案件真正的关联。你们的结论是什么？虽然您有元首豁免权，我们暂时无法提出指控，但从现在起，您的发言恐怕我们都要重新考量。除了军火贸易之外，我们不得不怀疑您的杀人嫌疑。这话说的太重了。欢迎肃静进入直播间。Yuki 晚上好，欢迎来到下期播间。现在播无罪之庭，然后再播最后一个庭审，马上要大结局了。杀人嫌疑恐怕不止这么简单了。本人这案死者林小璐会里乡天遁的处刑人魁月，此人何其狡猾，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逃脱，并且改头换面留在我国，继续为天遁卖命。而在这位副总统来过我国之后，他就立刻成了一具死尸。如果不知道天遁内部情况，怎么可能如此精准的痛下杀手？或者说，天津贸易中心的剪彩仪式只不过是一场两国合资的商业活动？按照常理说，堂堂一国副总统出席这样的场合，本来就十分反常。你已经忘记去年年底青鹿山一案了，天遁组织可是向我国发出了挑衅。若不是辩方那位助手的英勇举动，我们此刻还不一定会怎么样。一次阴谋被挫败，这个穷凶极恶组织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天遁这段时间一定在酝酿着更为巨大的阴谋。这场残酷的战争里，我可没打算停下脚步等任何人。正道林小璐惠里香在名义上是你的养女，就算你不承认也无妨。不过在这个前提下，他就算为你卖命也不足为奇，你要杀他反而更是易如反掌。不管是以其养父的身份，还是以天遁首脑华岁的身份，这块指控感觉有点跳跃啊，有没有证据啊？一名合格的检察官从不打无嘴棍，只让你查到所有证据都直接指向此人。我就不信一个外国副总统的身份就能让这个恶影满贯的家伙在我国颠倒黑白。天遁组织最高首领华岁竟然就是天照民国副总统江海田正道。我在调查过程中想到过这个可能，但这个爆炸性的主张我没有胆量提出。对，其实这个案子一出，我感觉这个首脑不是他就是他爹啊。欢迎 Hank 糯米西进入直播欢迎间。Hank，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好久不见。现在在播无罪之庭最后一章的最后的庭审大结局了。OK 啊，属于是告一段落了。看来本人决定在今天出庭，终究还是失策了。没错，检察官女士，如你所言，本人的真实身份就是天遁的最高管理者华岁啊！这就认了吗？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啊，但是人不是我杀的，你这个庭审不可以审理我。堂堂一国副总统竟然是国际犯罪组织的首脑，这样的案子我已经不知道是否有权利再审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辩解就承认雷姐并没有拿出指认你身份的铁证？就凭你这2天只手遮天的做派，还有你的元首豁免权，想要抵抗一阵子应该很轻松。天遁组织运营至今，高层大半部已经离世，本人早就做好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在出访国外期间暴露身份，倒不也视为一种选择。所以林小璐惠里香也是你杀死的吗？正是如此啊！等一下，这是什么展开？我靠，直接认了吗？那我们接下来玩什么？正是如此，区区一桩谋杀案不会让本人的罪责，再加一等，就算承认了也无妨。可你为什么要杀他？他既是你手下的干部，也是你养女。最近几个月，他的行为愈发折越，且屡次办事不力。
此次本人来到贵国，正是借由商业活动之机前来为天盾组织添置军火。而这个林小璐会像在表面协助本人，背地里却私藏武器，意图谋反。于是本人就顺手将他铲除，以绝后患。我觉得不会银河突然跳出来吧？但是为什么作案用的遮光板遥控器会出现在银河君手上？遥控器哦，那个啊，当时贵国警方出现的太过迅速，本人只是在他那里接放一下罢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暂时让他当一会儿替罪羊，之后再想办法把他拉出来就好。本人和银河不同，我在政治生涯上不能轻易留下污点，但银河不过是个 NGO 领导者，当个几天的嫌疑犯，反倒能给自己的履历加分。是没想到竟然会在这法庭上被你们识破本人划碎的真面目啊！这些年本人精心布局，机关算尽，怕是要毁在诸位手中了。今天你们固然侥幸将本人识破，然天盾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组织。即便本人锒铛入狱，你们不要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天盾终将将卷土重来的。张海天正道承认自己划碎身份之后，法庭已经乱作一团。可与这个乱象相对的是，正道先生保持着意料之外的冷静，站在原地，直到镇定下来的情绪将他控制住为止，没有进行任何反抗。且在法警手忙脚乱这段时间里，一直对默默站在他身旁的陆简说了什么。我看见他点了点头，把耳机摘下，然后将难以读懂深邃的目光向辩护席这边投来。啥意思啊？啥意思啊？恶名昭著的天队组织华粹，欢迎伊丽莎白捏，晚上，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章庭审大结局了哟，居然是堂上天照民国的副总统，因为首脑豁免权的缘故，本庭在此暂时无法进行指控和制裁。我们会立即将他移交到天照民国。刚刚我与外事部门取得联系，天照方面已经做好了弹劾他的准备，将在24小时内迅速失去豁免权的庇护。江海天正道终将为他的所为付出代价。不过本庭审理的是天照民国银河涉嫌杀害林小璐、惠里香一事。刚才正道先生不仅主动承认了华粹的身份，还陈述了自己枪杀林小璐下嫁祸给被告的全过程。既然如此，本案已经没有继续审理价值，到了该下宣判的时候，你们双方可有异议？果然啊，他出来顶罪了。我就说啊，这大哥肯定得杀出来啊！这大哥可能就是不，还是我杀的呀！这场主角戏不是我吗？怎么主角还没登场，你就自顾自演完一场慈父救子的感情大戏？这位你想怎么样啊？这个伪善装的很好，我给10分，可以摸摸你的奖杯吗？你们还不明白吗？刚才的审理只不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8点档狗血剧罢了。这家伙才不是什么杀人凶手，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背锅侠。非常悲伤的大象说：“还有奖杯摸啊？什么叫还有奖杯摸？真是够了，你也适可而止吧。我知道惠里香不是你杀的，你杀人的罪孽只有一件就已经足够深重了。当然了。”这究竟怎么回事？你想不通吗？我已经站在这个位置，现在作证也没有问题吧？啊，然后我认罪，我认罪啊！可以，你俩牛逼啊！那个老头，你是不是疯了？本人的事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来操心。你确实是个杀人凶手，但本案的死者并非你所杀，这一点你我都心知肚明。惠里香死去的地点是在大厦的101。对呀，我刚才就想说啊，不是在101死的吗？为什么要谈那个188和天台？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去过那里。至于你自认天盾头目，更是无稽之谈。你若只以华粹自居，那就拿出些证据让大家看看吧。最后别告诉我银河他妈的才是那个人，我操！他不仅不是杀死林小璐的凶手，他也并非华粹的天盾的首领华粹。哎，你俩搁这玩呢？我去，
难道这演的正是父子相护的苦肉计这一场闹剧？银河，我虽然认为本案另有隐情，但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以你的利益为重。审判长刚才已经……非常悲伤的大象说：“大家不要吵了，是我干的。”傲娇。审判长刚才已经准备宣判你的无罪判决，即便如此，你也要做出这番发言吗？无所谓，就算被判个临时处死，本人也不要接受这种人的帮助。要被这沾满母亲鲜血的手拯救，比死还脏。既然这是委托人的意愿，于情于理，我们都有立场继续追究真相。知道了。贝格的证词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情报，辩方申请进行询问。什么玩意儿？你俩，我靠，这俩父子他妈搁这玩呢，我真受不了了。等等，现在大量的线索都指向了正道与天盾有染，他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你凭什么就如此肯定他不是天盾的头目？他也配？天盾是一个践踏社会秩序余下、凌驾道德观念之上的组织。他虽然充满罪恶、满是污点，却忠于自我，没有丝毫掩饰。而这个人看重的是什么？是功名利禄，是名誉地位，他绝对不会堂而皇之的与世俗正义背道而驰。他要的只是一副伪善的面具。这样的人或者天盾头目别逗我笑啊！等等，正道先生已经亲口承认了，而且检方也拿出了他下属交易军火的证据。他怎么信口开河是他的事，这个人说谎成性，我最清楚不过了。对他轻信，搞不好早就被其他人收买了。反开！他刚刚的发言很快就借由媒体传遍全球，就算他不是真的划水，他也会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这和你刚才的主张自相矛盾。就你要问他了，或许只是为了展示自己慈父救子的伟大，或许又是什么绝妙的阴谋。这一个为了支持率都不惜拿至亲生命开玩笑，谁又知道在布什么局呢？我老头，你今天可是玩大了，送你一句 no 作 no die。要是闹到锒铛入狱，这回可没人帮你挡枪了。等等，银河君，正道先生再怎么说也是你的父亲，公开场合还是注意点。这年头是不是逮个人都要叫爸爸？不过可惜，我银河再怎么窝囊，也不可能承认这父亲是这家伙是我父亲。多年来，除了上阵上的完成他监护人的义务之人，可曾尽过一点父亲的职责？我既不受他为父之恩，也不必对他报以父子之情。何况这种父亲，不如自己憋死。我靠，刚才点过这句话。等等，他说你是个杀人凶手，指的是你母亲的事吗？不然是什么？还能是什么？胡言乱语，本人说的是事实。你看那家伙虚伪龌龊的嘴脸。审判长，就像您这样的人，才最容易着了他的套路，一点都不真诚。你对他的本性一无所知，才天真的被他谎言欺骗。我怎么知道？这绝对是场阴谋。他自己想做什么，去问他，别问我。他的双手比谁都肮脏，身上的罪孽比谁都深重，但是这样一个把虚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伪善者，怎么可能亲自动手杀人？等等，会里乡尸骨未寒，我已经被贵国警察盘问了无数遍，还要我重复？你还要我重复吗？就算我在他身边又能如何？我在那里就能改变他死去的事实吗？连他安详的死去我也做不到。我果然还是后悔才把他放在了天堂。欢迎中心破忍进入直播间。欢迎中心破忍，晚上好，回来的是他直播间。忍说来了，现在在播无罪之庭最后一章的评审，要大结局了。但提起新的话题，这段证词可能询问就要结束，我得考虑清楚。哎呦我去，我感觉应该是要的。欢迎非常悲伤的大象进入直播间。感觉这块是需要详细询问，因为没有什么新的证词啊，在前面的都是情绪输出啊。银河君，你刚刚说后悔把它放在天台，就相当于承认自己办一事情。感谢中心破人点赞，都被人看到了，还轮不到我来承认。你为什么后悔把它放在那里？说回来了 ，bro， 怎么样？招了吗？谁招了？谁招了？谁啊？正道招了。正道招了之后，他儿子又说啊，我爹他妈在放屁，大家不要相信啊！你俩他妈搁这玩呢？
谁知道天台有那个什么不知道什么鬼的转盘，如果不是缆线刚好缠住了他双臂，他恐怕现在连尸体都面目全非了。什么？那个缆线不是你缠上去的吗？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啊，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别开玩笑了。桂里香，我的姐姐，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我靠，他不会是个什么？欢迎中心破，忍进入直播间。他不会是什么一个什么双重人格吧？我靠！我就一直在他身边，看着他生命一点点流逝，却什么也做不了。我握着他的手，直到他说话声音停止。双眼合上，体温完全消失。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无能的欧豆豆，无能的欧豆豆，银河君，请你冷静。我已经对他生命无能为力，但我绝不能允许任何人侮辱和利用他的死亡，绝不允许。”吵死了！这真是我选择这份职业以来听到最刺耳的噪音了。被告，这里是庭审你涉嫌杀入林小璐、会李湘一案的法庭，你们父子俩的家庭恩怨不过是无章的杂音，大可庭下自行解决。你从刚开始一口就咬定正道先生说自己是天遁首领华穗是谎言，那你凭什么认为正道就不是华穗呢？这世上可以自信满满的认某人华穗的只有一个人。耳机没歌呀，原来傲娇。不是他反正他说他自己听歌，管他呢。就是天遁首领华穗本人，你说是吗？银河，我果然啊，我就想说呀，就这俩人就相互扯，争着俩人。你想表达什么？不妨直说。含沙射影有什么意思？我不需要含沙射影。真实的事实真相已经足够清楚了。虽然正道刚才招认了自己华穗的身份，但是所有指向他就是华穗的条件，你都也符合。洗衣永宅小区的投资者是天照民国公民，符合。林小璐会底下有理由为你卖命，符合。来到我国不久，林小璐就被人杀害，符合。他又开始了。林小璐死亡时，你本人就在现场，依旧符合。等一下，怎么突然间看一下我的工作微信？OK 了。除此之外，林小璐与你的关系比正道还要深得多。正道现在作为一国政要，其私生活也每时每刻都暴露在聚光灯下。非常悲伤的大象说：“小龙啊，那份方案你再稍微改一下，感觉不对。”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有什么急事儿呢。看起来我看了一下，跟我没啥太大关系啊。即便如此，贵国的媒体竟从未报道过他有一位养女，足见两人接触之少。但并不是非顶级公众人物的你却完全不同。对于正道先生的亲信，还有可能一开始就被你收买成了自己人。要说谁有可能是华穗，分明是你更可能。但听你的口气，似乎相当笃定，本人才是你想要找的人。敢问你手中有什么证据？本人虽然是环境之友的理事长，但说到底不过是个主事环保的 NGO 组织。那个方案要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感觉，这个感觉不是我要到感觉，傲娇。在政治上，本人始终无权无势；在经济上，本人也仅仅是衣食无忧。这样的本人还会被国际犯罪组织看上，甚至成为他们的首领吗？为什么天遁选择了你？这一点我所有推测但无法证明。但你和天遁组织密切接触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5年前就在这个法庭里，那是7月1事件发生的前几秒，你被天遁组织绑架，传到了审理语文英语杀人一案的法庭当中。正是因为你，这场制裁天遁高级干部的庭审被迫终止。陆神一人被丢在漆黑的矿坑里，被绳子捆得一动也不能动，更别说身边还有颗不知何时会爆炸的炸弹贵国刑警来营救，本人真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在如此悲惨情况下，你觉得本人还能动什么手脚？你指的是打着活结的绳子，还是根本不会爆炸的炸弹？悲伤的大象说：“语文英语是什么？为什么不带数学？”不，傲娇。不，这个人是这样的，他叫语文英语，然后是一名大学的数学老师。他叫语文英语，然后他教数学，是这样的啊。当时那个案子是这么介绍的，有这些玩具相伴，你还是真够悲惨。就算时隔5年啊。非常悲伤的大象说：“
对的，他叫语文英语，是名大学的数学老师。就算时隔5年，当时的郑依然静悄悄地躺在坑底。看到这些，我不禁都开始奇怪，天盾的手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如果你不是和天盾直接有关系，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待遇？这些东西怎么还在？那看起来还真的是啊。5年前发生绑架案之后，那个矿坑原本已经被废弃封锁，若不是一位叫郑大钱的商人将其收购，改建成矿坑公园，这2人证据恐怕永远在沉睡在地底的黑暗中和真相一起。郑大钱就是那个。5年前，你和身在法庭的林小璐里应外合演了一出营救组织干部的大戏。如今你们父子2人在此扰乱公堂，又想玩什么把戏？这么说，当初银河军被天盾绑架的案子，也不是一场为了解救语文英语所精心设计的骗局吗？只不过林小璐会上对语文英语抱有杀意，他并不打算救他吧？5年前扔到的垃圾都能跑出来吗？看来这位2代陆检对那个案子真是上心极了，本人不得不承认你可真是优秀。藏心7月1号事件真相我调查了5年，这5年里我借助检察官的身份不断搜查这个案子的线索。我本不必做这些事情，甚至不必成为检察官，比起无聊的法律条文还是因佛施佛。但是直到7月1号事件之后，家父身亡消息传来，我的面前忽然只剩下成为检察官这一条路。音乐虽有韵律，却只能咏叹无力的悲伤。法律虽然无畏，却能够化为复仇的利剑。这些年来，我为回应家父之死一个真相所做的努力，岂止一个上心能够形容。我并不能认可这个家伙为了如此个人目的选择这份职业，但他的执着与努力不输给检察院同期任何一个人。而天盾组织的有关案件，我也追查了很多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该做个了断。这段时间以来，我时不时会在法庭的答案遇到陆检，他和我们一样，恐怕在5年来从未放弃过对7.6号事件调查。OK 啊，我龙叔、陆检、沙刑警这都是当时案件的相关人啊，还有红叶留下的芯片。如果江海天父子中真有1人是天盾的领导者华穗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所有相关人物就已经到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结束的乐章，就算已经顺利的演奏了5年，但承载罪恶的琴弦必将被正义的利刃斩断。你的消法就到此为止了。银河检方依然主张你是杀害林小璐和林尚的凶手。除此之外，我们正式指控你为国际犯罪组织天盾的首脑华穗。我操！那这哥们儿算认了呗？你指控我，别说那么高高在上了。堂堂天盾首领的身份，不要任何人来指摘。华穗之名的存在与天盾共荣，以天盾至高的理想一心同体。纹身挺帅，藏虎。确实啊，纹身挺帅啊！只要天盾一日不灭，我便一日与这个名字共存于世。没错没错，我就是华穗。就凭你们一下审判我，什么玩意儿？我真他妈服了！我靠！果然你才是真正的天盾首领华穗。这个口吻我已经在会战中听了无数次了，果然是。完蛋啦！自己的委托人是犯罪首脑这件事情，关于我的委托人是犯罪首脑这件事情，就这样5年以来看不到前方，对真相暗无天日的迷茫追寻，突然间就迎来了终点。法警请对被告严加看护，上刑警请让特警将法院团团围住。当场承认自己华穗身份的银河引起的比正道先生更大的骚动，连肃静都忘了喊审判长，过了一阵才回过神来。杀路遥，她是能成为我爱人的女人。什么玩意儿？她都有孩子了，都结婚了。虽然她的丈夫死了吧，就是被语文英语杀了。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对这事儿了解多少，我有点忘了，你是不是特别了解玩过这个游戏？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更喜欢了。什么玩意儿？就是他们当时在审这个，审一个就是刑警被杀案，然后这个被杀的刑警就是杀路遥的丈夫，然后当时的被告就是语文英语，后来被爆出来了，
他是这个天盾的干部，但当时没说这个刑警是谁杀的，然后后来就出事了嘛。后来当时那个银河就被绑架了，绑架之后法院就停电了，然后宇文英就逃跑了，在逃跑的过程中发现有枪声，然后那个法院灯一亮，发现就是这样的情景了，就是这是宇文英语死了，然后这是当时的律师也死了，这是绿简他爹也死了，就他们3个人都死了。然后这个他们仨死的这个案件叫761号事件，就是这么个事儿。沙刑警带着早就埋伏在外的特警，封锁了法院的每一个出口。面对如此夸张的警力，就算有一支军队攻打进来，银河也绝无逃脱可能。这场难以控制的骚动，终于在各方合作下被堪堪镇压下去。然而在人们心中掀起的波澜，却又怎么也不能平息。后面那个冒蓝光的是什么？冒蓝光的是，他们有一个首脑是造机器人的，他可以造那个特别仿真的机器人。这2个人当时是那个刑警被杀案的一个证据，就是也一起带过来了。然后这个机器人涉及到第三案，然后还有之前我们一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之前就这个查红叶是真实存在，但是他因为得病死了。然后第3案的那个所长他也是天盾的干部，叫象限，还有2个机器人，然后他与这个人的爷爷然后好像是有个关联，那个爷爷应该救过这个所长的命，所以他就把其中一个机器人改造成了他原来孙女的样子。什么玩意？她是能够成为我爱人的女人。哇！我裂开了，都是你的翅膀是吧？人家未成年好不好？然而在人们心中掀起的波澜却怎么也不能平息。然后就是这2个当时的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就被改造成了查红叶，就被改造成了他。你真的就是天盾首领的花穗本人。更喜欢了藏狐。好，你怎么这样呢？鄙视你！老头，我刚刚都说过几次了，你脑袋上都长到胡子上了。果然的被告，一国副总统的儿子，竟然就是天盾的首领。要怪就怪你们有眼无珠吧。还有那个2个律师拿钱让你们替我打官司，傲娇，还不如拿去喂狗啊！至少狗还不会反咬我一口。哎呀，银河君，你可真是不够意思啊！枉我这么多年如此照顾你，这话就是你给我的回报。龙所长，你真让我笑掉大牙了。这些年来，你可有一刻停止过天盾的调查？你每次跑来天照民国访问，都不忘来会会我这个旧友，恐怕你早就有所怀疑了吧？也许吧，谁知道呢？如果这样不比相比能叫照料，那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啊！我操，臭丫头，我叫你插嘴了。真是的，早知道就该早点找机会把你们这些杂碎干掉，免得到头来还要费事。就像那边那个寡妇大婶一样，留得越久越是个麻烦。你们这些人啊，能活到现在都应该对惠理香心存感激。他是多么善良的人，却为你们这群伪善的家伙逼到这样的下场。哎，国际刑警沙利若不是有他拦着，5年前就该一并把你做掉了。哎，这种程度挑衅姐姐我才不会上钩呢，毕竟你今天已经不可能完好无损走出法庭了，不是吗？哎呀，我好害怕呀！要不要我代替潜伏在附近几百号天盾成员向你致敬？就算你真的安排了几百号人，现在盯着你的特点可足足有2000名吧？是吗？是吗？你放心，天盾从来不是以人数取胜，巧劲可比蛮力重要的多。说不定我已经分出几个人去照顾你的宝贝儿子了。你也好，其他人也好，再重新锁定下去，说不定就会有人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代价。啊，这是一副漂亮的伪善者的面孔。在座的各位，你们掏出镜子来看看，这是一张多么令人作呕的虚伪面庞。各位看似正经的坐在这里，实则不都各怀鬼胎吗？打着正义旗号，只不过是为了自我满足才做出的一举一动。复仇的复仇，谋利的谋利，看热闹的看热闹。那结果呢？你一旦自身安危受到威胁，又哪里还有人去管什么正义不正义、制裁不制裁？啊，正是你们这样的伪善者才组成这个腐朽的社会啊！伪善的人们制定出来表面公正的律法，拿着正义赋予的枪到处杀杀抢掠，狡猾者钻进各种漏洞，手不沾血的随心所欲进行屠杀，却不用背负罪孽。为什么？凭什么？善良的人为什么非得去死？那些手染鲜血的渣渣又凭什么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那个老怪物思想领先你们这些庸才几年，他有
无数常人不能理解的崇高理想，却因为机器人的潜在军用风险被你们软禁起来，被迫做着毫无意义的研究。德汉生在金三角，父母都是独邦不知名的小喽啰，却遭到当地警方的血腥屠杀。毒贩确实不是好事，但生在那样的环境，你们给过他第二种选择吗？他就该死吗？而子夜老师从军数十载，子夜就是那个语文英语啊。伊戈大政府组织做了这么多肮脏的勾当，到头来却落得被雇主追杀，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处逃难，最后还死在你们手上。总有一些人得不到世界的怜悯，那我们便以天为名，以团结为盾来保护自己。要说他们在常人眼里竟有一些罪大恶极之人，我认下来就是了。可是亏有我说惠里香他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万万没想到，连惠里香这么善良的人都要被你们赶尽杀绝。如果伪善是这个世界的本身，那就由我来将它摧毁。哪怕与全世界为敌，我要挖出杀害惠里香的凶手来，将他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认自己是杀害惠里香的凶手，因为他不会杀啊。但是他认他自己是华穗啊。在这个法庭里，已经没有人能听见他那些狂乱呼号的实际意义。这些听众眼中只有一个恶影满贯、近乎疯狂的罪犯，恐怕让人这个判刑也是众望所归吧。一场闹剧，世间最底层的欧雅之音也不过如此。审判长，检方认为，在华穗身份被揭穿当下，庭审也没有必要继续了。电子组织所欠下的血债剥夺生命，列到天黑也列不完，而这个人正是策划了一切罪孽的祸首。堂堂法庭之上，我们竟然放任这样的人物登台表演，无疑是对司法的羞辱。从今天看见到现在，一直都是检方的表演时间。在雷检和陆检的配合下，父子终于被逼到退无可退的境地。姐姐一开始假意指控正道，恐怕也是安排好的一步棋。现在银河已经承认自己华穗的身份，他刚才彻底舍弃了伪装，将自己的丑恶一面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您打算继续为他辩护？哦，这是不是一个关键的选择点啊？他虽然丑恶，但以目前证据来看，不像是杀死林小璐的凶手。没错，可就你继续下去，他也不可能从天队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吗？你也不可能从天队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吗？而他本来就是有罪之人，不管你这次辩护是否成功，他终究要面临重刑。按照惯例，他这样的跨国罪犯可能被引渡到国际法庭受审，你就算赢了官司也毫无意义，而他承诺的辩护费可能也永远无法兑现。除此之外，替这种社会公敌辩护，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所以我再问你一次，同学，你打算怎么做？这块是不是就是选择结局的时候啊？你还要继续为他辩护吗？也许真是一个罪无可赦的人，我作为一名律师还有必要为他辩护吗？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决定是不是。即便如此，目前的案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明。看看银河的样子吧，或许他之前说的一切是谎言。还是要强行辩，没有给选择。但唯独他对林小璐的情感不太像是能装出来。尽管整个法庭都希望他立刻获得有罪判决，但我们真的可以忽略这个案件的疑点，就这样顺着检方随波逐流吗？事件真相就只是这样吗？这个案件真正要审判的到底是什么？果然还是要选择啊！不能对这起案件的疑点视而不见，相信银河并非杀死惠里香的凶手，怀疑整个案件这不是相当于没有选择吗？我靠！不能对这起案件中的疑点视而不见，这句吧。5年前，我始终不理解龙叔，你为何会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你为何不直接把那个恶影满贯的天队干部语文英语立刻审办？她是可以把我的心填满的女人啊！你啥都填满是吧？而在成为律师之后，我见到许多作为检察官时未曾看到的风景。现在我或许可以理解你当时的选择。事实上，在龙叔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中涌现出了无数想法。无论哪个想法，最终结论只有一个。为银河辩护到底。从我走进这个法庭开始，就不存在任何其他选项。如果说检察官的职责是让每一个有罪人获得制裁，那么律师的职责就是让每一个无罪人不被冤枉。我曾经为很多委托人委托，但其中有我最亲近的伙伴，也有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之所以站在法庭上为他们战斗到底，是因为我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有可能并不是凶手。即便银河君满手血腥，但在这个案件里，我认为他存在无罪的可能。有人能够站出来去证明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的法律才是完整。
华穗究竟犯了多少罪，应该受到怎样的制裁，那是姐姐和陆远需要操心的事。我所负责的只是证明金海天银河这个个体没有犯下杀害林小璐、惠里香的罪行而已。OK， 如果刘老师有在天之灵啊，知道我要为这个人辩护了，他会不会生气？大概至少这位二代陆检会怨恨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但即使这样，也是我的选择。那被告姐姐我就代表。审理还不能结束，辩方认为本案的真相在没有了明之前，被告就不能这么离开，就不能这么离开法庭。你还有话要讲，我就当你是同意让他留在这里了，银河君。怎么你还有话要说？你该不会是抱怨我欺骗你什么的吧？啊，我可不会道歉。不是的，银河君，你并没有杀害林小璐、惠里香，对吧？虽然我不认为你在这件事有说谎的必要，但介于之前严重欺骗了我们，所以这件事我必须重新向你确认一次。银河君，你确实没有杀害惠里香，是吗？这个人刚刚已经承认他是华穗的事实，一个犯罪组织头目还能有多少信誉可言？他是不是华穗与他是否杀害了惠里香，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作为律师，我只知道本案的真相尚未明了，被告的身份有变，那么检方之前推测杀人动机和作案过程就要被全部推翻。检控方如果拿不出新的例证来，我方绝不认可给被告直接定罪。即使被告的罪行罄竹难书，只要在这一桩案子上是清白的，我就会坚持到底。别人命我都不放在眼里，但我绝对不会伤惠里香一根毫毛。你的话没有任何取信价值，我也没指望过你们会相信。反正不管我怎么说，你们都想把罪名安在我的身上，不是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以公正之名炮制冤案，不正是你们擅长的吗？光凭这句话，我可以判决你蔑视法庭。啊，反正更重的罪都打算判给我了，还缺一个蔑视法庭吗？小小的法庭本来没放在眼里，你们的无罪我也不稀罕。对你们来说，只想判我有罪而已吧，那就判吧。但是你们最好小心点，早有一天天都会把你们每一个人的骨头都碾成粉末。欢迎下划线沃特麦伦下划线进入直播间。欢迎沃特麦伦，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章了，收到来自下划线沃特麦伦下划线的一个口水黄豆，感谢沃特麦伦的一个口水黄豆，比心啊，比心，比心，哎，这个识别稍微差点意思，反正就比心。这个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公然在法庭上威胁我们的人身安全啊！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猖狂的被告。本庭必将他严惩，不然能告慰死于他手上的无辜之人。审判长，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请以手中的骨髓敲响终章的重音。本人现在不行了。被告没有放弃辩护。等一下啊！对，我录制了，吓我一跳啊！我说这么精彩的大结局，千万别没录制。你是被告还是我是被告？我只是认为杀害林小璐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不应该为此承担罪责。无辜平民的生命对你而言或许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但至少林小璐、惠里香对你来说应该稍有不同吧。谋杀对自己最重要的义姐惠里香这件事，就算法律上无法在你身上加以更重的刑罚，银河君你的内心又负担得起吗？害死惠里香的人又不是我，这事我自己知道就够了，所以你就让杀害他的真凶逍遥法外吗？银河君，没搞清楚状况的人应该是你才对。你知道你现在这种行为是在帮那个杀害了林小璐、惠里香的人真凶顶罪吗？刚才考过我声称说不允许有人侮辱和利用他的死亡的人是谁？才过了多久你就打算食言了吗？银河君，我想说我明白你的心情，也想站在你的立场上劝你坚持下去，但事实你的心情和立场我都不明白。我有姐姐，对我来说她也是个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可以在她尸骨未寒之时轻言放弃。至少我觉得如果是我姐姐一定不会愿意看到我含冤入狱，如果是你也不会这么简简单单就放过反败凶手的机会。银河君，你之前对我说的案发过程一定不是全部吧？事到如今你的身份已经败露，你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能在这里告诉我你知道的全部真相吗？就算我输了，你要拿来的自信一定能找到真凶。这是法庭，找出真相是我每一个法律人的义务，只要你愿意开口，我们总能想出办法。大象说：夏兰，
她是能够让我为之付出一切的女人。这可还行，好吧，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如果你找不出奸凶的话，日后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哟，哎呦，哎呦，恢复正常了，恢复正常了。那你听好了啊，对我来说那天发生的事，只说一遍，绝对不会重复。几个月前，惠里香执行青鹿山的任务失败了，他不仅暴露了身份，还成为了在这个国家流亡在外的逃犯。我通过徽章和他通讯，得知他所有资金都被冻结了，想支撑下去步履维艰。我不但是他组织里的首领，更是他的亲人，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是的，我要来你们国家访问，是早就定好的行程，和他会面反倒是临时决定的。你的海关毕竟查得太严了，把他捞到国外非常困难，我只能先给他一些救济。欢迎非常悲伤的大象进入直播间。大象回来，案发当天，我和惠里香约好了早上8点在天际贸易中心碰面。反正是个没投入的空楼，在哪里碰面都差不多，我就随口说了个101。101层的案发地点真的是随机决定了。那天早上，我先惠里香一步来到天际贸易中心，确认没人跟踪后，我乘电梯赶往101。然而，在这个还没有使用的101层，让我感到很不对劲。这一层除了几个承重柱以外，什么都没有，灯也没有安装。这原本是可以理解，但不知为何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我也没走啊。”小窗看了眼微信罢了，傲娇。但不知为何，整个楼层的窗户都被黑色的遮光罩盖住，黑漆漆的。我试图习惯这种灰暗，脚边却贴到了什么东西。我低头一看，就发现在电梯门前躺着一支手枪。这把手枪恐怕就是那把老式警手枪吧？对，就是那把。在确定周围没人伏击之后，我就捡起那把手枪。拿起的时候才注意到枪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用大字写着：“天遁今日在此覆灭。”我去，那就算是查出来了呗，就是有人知道银河是华穗的首领，看起来。虽然不敢相信，但我马上就知道自己中了埋伏。这个时候最好的做法是立刻离开101层，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惠里香还没有来，他不知道101层已经被人设下圈套，我不能让一无所有的他中了敌人的陷阱。反复审视却找不到对方可能藏身的地点，我只能扣住手工的扳机，随机应变。于是我找了根柱子作为掩体，紧紧地盯着电梯的指示灯。不知道在黑暗中等了多久，电梯终于在101层打开，惠里香从中走了出来。惠里香，别出来，快走，有埋伏，走！让他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可事出突然，他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我干脆向他冲了过去，想把他强行推进电梯带走。然而在那刹那间，笼罩窗外的遮光板一瞬间全部打开，大量的强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我就像瞎了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人？你想做什么？可恶！不想死就快走！银河，快趴下！我听见惠里香凛冽的叫声，却不知发生了什么，只能听从他的指示卧倒在地。紧接着我听到一顿顿响，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人重倒在地的声音。惠里香，惠里香，惠里香！我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希望能得到他一切安好的回应，但是没有，我没听到任何声音。当时我的视力慢慢恢复，我终于才重新看见这丑陋不堪的世界，还有倒在我面前的惠里香。银河，别说话了，我抱你下去，我们去找医生，一定会没事儿的，不必了。没关系的，银河，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我心里只想完成夫人的遗愿，帮你扶上正途。可是你在邪路上越陷越深，我只能竭尽所能减少你的罪孽。别说了，我都知道。你不想让我杀人，不想让我受恩学武，这些年也对组织的做过的事很多妨碍，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没关系，真的没关系。误会你认识我已经回不了头了。答应我不准为我报仇，不要再滥杀无辜了，好吗？但是对不起，那个加害你的人绝对不能放过，是要保全自己，好好活下去。30年了，你的每一天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一天做过一天自己，到现在还得想着别人，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谁知道呢？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帮我个忙吧，替我对大钱说声对不起。知道了。哦对，还有一件小事，这什么已经替你完成了。完了，哎呀，说了话说了一半嘎了，我去，这不难受的要死啊！我去，这不难受死了。为什么会这样？
李小璐临终想说的是，大概是想拜托银河为窦子荣安排一份兼职吧。哦，虽然不愿意承认，但那家伙确实与银河所愿，到死都在想着别人。我曾2次感受到深入骨髓的绝望。第一次是在19岁那年，母亲被无聊的政治游戏害死。那时起，我就对失去了希望，一心只想把这个丑陋不堪的世界清除干净。而这一次是惠里香，当惠里香也离我而去之后，我已经不知道我还能执着什么了。别人的生命也好，别人的生命也，自己的生命也罢，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不是充满污浊？失去了惠里香的我，和那些只会争权夺利的冷漠蛆虫又有什么区别？我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想要永远离开这个肮脏龌龊的地方。但是，答应我，至少保全自己，好好活下去。我不可以让惠里香最后的愿望落空，就算肮脏，我也必须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我已经像最憎恨的人一样，手上沾满了心爱之人的鲜血，我也必须存活在这个世界。是我害死了他，是我杀了他。惠香说过要我好好活下去，无论如何我不能吸引警察注意，也不想让惠里香的遗体落在他们手中。所以我打算在演讲开始前收拾好现场，把惠里香藏好，等到晚些演讲结束之后再早上接他回家。虽然天遁的行动我一般不会亲自动手，但善后的经验倒也不是一点没有。我迅速地收拾了现场，并做好打算，将惠里香暂时先藏在顶楼天台上。当时我在落地窗的玻璃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圆孔，很明显那是弹孔。我仔细把它其他的玻璃检查了一遍，都没有发现另外的弹孔。惠里香讨厌枪支，他并不会用枪，更不会在身上配枪。这个弹孔大概就是在我无法失误时所开的那一枪留下的。原本我曾怀疑会不会这层楼里真的就只有我们2个人，会不会发出夺取惠里香性命的那枚子弹其实就是我。但是这个弹孔显示的不可能，杀害惠里香那枚子弹当时还留在他破碎的防弹衣里，绝对不可能射出窗外。既然这楼层同时出现了2枚子弹，那就说明当时这层楼里不止有我们2个人，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藏在某个角落，这个人就是杀害惠里香的凶手。清理完尸体之后，我确认没有留下任何血迹，便带着惠里香乘电梯来到顶楼。那这样子的话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杀害惠里香的凶手到底是谁？我现在觉得有可能是他，因为现在目前来看，没有人再能开枪射杀了。或许他可以，我觉得最牛逼的剧情就是射杀的人是他。非常悲伤的大象说：“这个是谁？短发的那个，傲娇。”这个嘛，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机器人的其中一个，就是你看这里有2个机器人嘛，然后一个是他，一个是他，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剧情里面说他应该是不能离开实验室的。非常悲伤的大象说：“青樱，她是可以和我相伴一生的女人。”哇，真是个机器人！我靠！清理完现场之后，我没有留下任何血迹，便带着惠里香乘电梯来到顶楼。顶楼的天台被铁门锁着，我拔出枪试图破坏门锁。我对着门开了一枪，但莫名其妙是门锁居然毫发无损。我想再开一枪，却发现弹夹已经空了。最后我只好花了一些时间用身体撞开了铁门。这一幕恰好被乘坐电梯来到天台的骨科长目击到了。我将惠里香暂时安置在天台的一处凹陷里，还将手枪塞进了他的衣服，然后就离开了天台。大象说：“那问题来了，机器人不算结婚，那我就还能再找一个，对吧？”这可还行。然后我就离开了天台，参加仪式，开始演讲，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剩下的事你们都知道。演讲进行到一半，惠里香居然以那样的姿势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你那时还不知道天台顶层在缓缓旋转，这缆线也不是你缠上去的，所以你没有料到死者尸体突然会以这样的形式掉落。我要是知道那地方那么不靠谱，绝对不会把他带过去。你只是对着玻璃空放了一枪，杀死林海路的凶手确实不可能。吵死了！被告曾经对着玻璃空放一枪，实际上被告自己都不知道那一枪是否命中。被告刚才的自白中全部都是已知信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证明他无罪的事实。而且被告刚才自己承认，他和死者接头地点101层是随口决定的，他被人预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要说是提前设置遮光罩和手枪。
瞬间换装呀，大哥！我告诉你，不管你们信不信，事情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哪个混蛋是从哪里打听到的风声，也许这是运气好撞上了。我只知道会伤他眼睁睁的死在了我面前。你对我通吼也没有用，事实摆在这里。如果你们的会面场所无法预知，布下陷阱伏击你们2人，纯属无稽之谈。你说什么？碰面地点是随机的，这到底要怎么预测？当然无法预测，也无需预测。唯一的解释就是随口决定碰面地点的这个人就是枪杀林小路会香的凶手。怎么样，没话说了吗？反对。有可能林小路会里香把这事儿说出去啊。哎，别着急嘛，我们先听被告把事情讲完怎么样？案发过程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案发之前呢？尼克逊，你刚才说你是被害人用徽章进行通话的，当时林小路会香应该一直在警方的严密通缉中，而你却能够在警方的眼皮底下联系和约定会面，明明是完全随机的见面地点，却被人提前布置了陷阱，难道你不觉得蹊跷吗？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可以碰巧知道你们将要前往的楼层。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泄露了，那唯一的契机就只有你们约定见面的时候。也就是说，银河军有可能被人监听了。我经组织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连这么简单的把戏都不防范？我房间里装满了屏蔽设备，我和林小雷通话时，任何人都不准靠近。不要话说得太满，即使铜墙铁壁，也难免会有疏漏的失误。OK。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还要问这种无聊至极的问题。会香逃亡期间被贵国警方所测，他的生存状况极为窘迫。我们用天盾徽章保持联系，在这1个月以前就约定了这次会面。我本想趁机给他提供一笔钱，送出境，没想到见面地点是我随机决定。我也很纳闷，怎么会泄露给凶手？这话有啥可询问的呢？通信器徽章会是泄露信息的渠道吗？不可能，这个徽章好歹是线下那个老头子做出来的。他的技术领先警方太多了，没人能够劫持这东西的通讯。OK 啊，保存。等等，这个101层真是随机决定的吗？比如说101层是你的幸运数字之类的。电影里的女主角花了101美元买了一件大衣，我就记住了101这个数字，这能有什么逻辑？等等，你的计划是给他提供完资金就离开，不打算把他带在身边提供庇护吗？我这次出访受人瞩目，和他见面已经十分危险，把他带在身边反而更容易引来警察。我不想不到快速送他出境的方法，只能暂时给他点钱救急。这张银行卡是用安全账户开的，非常悲伤的大象进入。只要我的身份没暴露，就算被迫追踪到也无所谓。绝对安全的方式是使用虚拟货币转账，不过拜宁所赐，他没有途径拿去变现。等等，这哪里是无聊至极的问题？如果你不配合，我们是找不到杀害死者的真凶的。要是惠里香没有死在那，现在就等着取走他性命的，恐怕就是你们了吧。等等，啊，这都没什么重要信息啊！他这话，你们一直都在用这个徽章进行交流。你们7位高级干部人手1个，唯一不同的只是上面数字，这些东西都是像现在老怪物造出来的，看上去虽然傻赖，但也挺好用的。我的回动都靠徽章联络，为了确保通讯加密，相信可没少花心思。比如说，我拿到了5年前子夜和北斗遗留的徽章，可以通信者谈话吗？绝对不可能。传信者要具体让哪一位或者几位听到，都是可以主动控制的。我和惠里香使用通话时设定的都是只有彼此能接收到的信号。现在警方手里有子夜、象限、汉德和北斗共计4枚徽章，
这些年来，我们确实从未收到任何信号啊，除了神龙律师除了龙神律师诉说那次，那是本大爷故意的。如果我不想，没人能从徽章里听到任何声音，懂了吗？总之，这徽章加密措施是绝对的，我劝你死掉心。哦，看一下啊。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对话泄露出去，那一定不是通过徽章。不如先大方承认徽章绝对不会被攻破，再考虑其他可能性。啊，我靠！现在就要想，等一下，这有可能是讲泄露的，存在其他窃听信。林小璐告诉了别人，应该是这个，会不会林小璐自己私下告诉了别人？不对，没事，等等，这个不扣血就无所谓。存在其他窃听器。哦，不过林小璐现在，哦，安装窃听器。不过林小璐是有什么东西属于不被更换的极少私人物品呢？有，别急，这个窃听的位置我好像有点眉目。有，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的话，我知道了，在这儿，就是他。这是母亲。照片上的人应该是你和林小璐母亲，江海天职业女士吧？这么多年来，林小璐一直将这条项链戴在身上，形影不离。就说安装窃听器不被发现，我想这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项。你说什么？反对。这只是辩护方的猜想，先找到实证再下结论。李检说的对，这是我的猜测，但想要证实它很容易。我们现在只要现场检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有道理。那么沙星姐，可以拜托你检查一下这个项链吗？好吧。可以把最牵挂的人带在身上，其实是件挺浪漫的事。可惜这张照片的人已经不在了。沙星姐，你为什么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呢？死者在警方在收缴死者物品的时候已经扫描过这东西了。如果项链内部真的存在窃听器，我们早就察觉到异常电波了。为了异常起见，打开看看吧。能麻烦你检查一下内部吗？还真有。哦呀，这个线头是可能有，没想到还真让辩方给蒙中了。哦，可能曾装窃听器。我要声明一点，这种橙色痕迹只能证明存在窃听的可能。想要把它当作给被告脱罪证据，恐怕还差得远。发现我方推理有着相当大的帮助，居然偏偏是那个项链。我想大概从很早开始，林小璐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处在某人的监视中。关于这个人的身份，你能想到些什么呢？现在的仇家遍布全天下，任何人都可能对惠理香不利，这让我上哪猜去？而且如果那个监视者真的想对他不利，欢迎天，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章啊，叫大结局了啊。他已经逃亡好几个月了，那个人随时可以行动，未必要等到现在才下手。这个嘛，好像是有点奇怪。醉翁之意不在酒，估计这个窃听人一开始目标就不是死者，放长线钓大鱼是吗？有点意思。只是杀死林小璐并不能让天队消失，他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你华穗吗？你说一切都是因为我吗？没错，监控者长期监听林小璐的对话，就是为了等到身为华穗的你与他碰面。在你听到和他见面的地点之后，监控者就立刻安排了这样伏击。那个莫名出现在2楼的绳梯，我们先前一直以为是林小璐的同伙所设，如今想来，现在有可能是真凶设置的，故意留好通道，就想把林小璐和林香引进来。
有人很早就开始谋划布局，并在案发当日悄悄地藏匿在现场，痛下杀手。他本想杀死银河君你，但李小璐却因为阴差阳错不幸成了牺牲品。或者说，这个人的目标可能是将你们2人全部干掉也说不定。毕竟只要干掉你们2个，天盾组织就……哎，我好像意识到一件事。仔细想想，因为天盾组织罪大恶极，我们就走入了一个误区。从7月6号事件开始，一直认为对一切恶行都由天盾策划。我甚至一度以为只要抓到华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谜团。然而如今华穗就站在我面前，但这遮挡真相的迷雾似乎一点都没有散去。我们这些年确实对银河有所怀疑，但一直暗中调查他的身份和他身边的人。但不争的事实是，这几年来天盾几次大规模袭击不仅全部没有成功，其高层干部也在不断的损兵折将。到了这一案，说是让身为首领的银河新县什么那2个字不认识。对呀，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调查中从来没有想过。或许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天盾从一开始就是受害者，从未抛头露面的欲图不谈。如果这位袭击者打算一次干掉华穗或魁伟2个人，你们2个仅存还在的活动干部一死，就真的应了那张纸条的预言了。所有干部都死于非命，天盾组织确实可以说是覆灭了。哦，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死都是另有人在搞咯。虽然天盾是最不可赦的犯罪集团，但如果要辩方推断属实，未经审判的在庭外对组织人员进行暗杀，这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本庭绝对不会认同。一派胡言！为了和被告脱罪，你甚至和天盾站在一边，这些恶徒都有什么好洗白的？有人窃听死者事先布下陷阱，在隐蔽现场伏击，这脑洞开得到大。我问你，做出这一系列的幕后黑手是什么人？天盾不仅仇家无数，而且坐拥巨额资产，其他犯罪组织说不定也在窥探他们。这句话仅能证明有人这样做的动机，但根本证明不了这些家伙的存在。现场布置的手枪和词条不过是被告的一面之词，被告的信如何，你我心知肚明。而案发现场伏击的死者更是做不到。有啊，这个可以证明。我方这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这就未必真的做不到。你想把检方还是你的委托人当傻子？这块终于引到这部分了，就是说有在外袭击，就是这个枪的对面有一栋大楼，然后这个大楼的有一个窗户开着，正好与这个大小这个高度是合适的，它是在这栋额外的楼去袭击的。这就是我们之前调查出来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有人藏身如此？欢迎非常悲伤的大象进入直播间。OK 啊，证明作案过程了。OK，Let's go。审判长，请听我一言，关于这个伏击者，检方认为他好的保存。没办法藏在101层，凶手要藏在101层，没错，这的确不可能。不过说到底，凶手真的需要藏在101层吗？这什么意思？凶手为了限制银河君和林小璐的视觉，特意准备了遮光罩的机器。如果这个人同在101层，岂不是自己也受到影响？就算这个人戴了墨镜，不至于丧失视觉，但他猛地进入强光环境也要适应很久。这种状态下，之后的枪击要怎么才能完成？莫非你想说，凶手使用新方法是远程狙击？没错，凶手选择在遮光罩打开之后射击，不仅仅是要限制你们2人的视觉，重要是被遮光罩遮盖的101层窗户限制了凶手本人的视野。现场玻璃上的弹孔并不是内部射出子弹造成的，它由外而内射入子弹留下，而那枚子弹在穿透玻璃后便夺走了死者的生命。反对。先要立证举证。你说凶手不在案发现场，那凶手在哪？有何证据？凶手位置很容易锁定，他只需要在案发现场基本等高的平台进行射击，这样的场所在附近仅存在一处。直到昨天休庭时，我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大家之所以会产生感觉，是因为案发现场的玻璃存在障眼法。没错，沙县警员此前也透露过，这101层未来的用途是俯瞰整个城市的观景平台。制造者为了实现这一功能，使用了厚度不均的玻璃。通过这种玻璃向外看，会让所有物的景物急剧缩小，本来很近的物体也会变得很远。这样的建筑不仅存在，还是你们最为熟悉的。
难道这栋创世金融大厦与天际贸易中心的实际距离？没错，只有寥寥数十米而已。这个创世金融大厦虽然与天际贸易中心的高度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案发现场并非顶楼，而是101层。这个层数，创世金融大厦也可能是存在的。我真去那里调查时，发现这栋创世金融大厦101层看过去，正好可以将天际贸易中心101层情况一览无余。你说那个位置是个绝佳的狙击点吗？没错。反对。证据呢？证据自然是有的，不光我昨天和世警姐一起跑了大半天，依旧是那个家伙。总之能够证明现场的证据就是应该是那个硝烟反应吧。在这，就是他。昨天我们已经仔细调查过创世金融大厦的101层，就在这栋大厦的西侧有一面面向天际贸易中心东侧同层的窗户处于开启状态。我们恰好在那扇窗户上检测出了扩散性的硝烟反应。就是这样的。顺便一提，这次调查取证是在市刑警的监视下完成的，没有任何作假可能。没错，而且根据开启的窗户和硝烟反应扩散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此次射击瞄准的就是天际贸易中心的方向。综上所述，辩方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尽管案发现场位于天际贸易中心，但本案的真实的作案地点在创世金融大厦。这太离谱了！我和林小玉约定见面，凶手却在对面的楼里等候着。林小璐身上那件防弹衣是你赠予他的吧？没错，身为逃犯，少不了面对各类明枪暗箭，我让他时刻保持戒备，谁知道他还是……凶手可能在清零中知道了这个情报，才专门搞来的可以击破防弹衣的子弹。天际贸易中心戒备森严，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料想到你不可能带着下属进入。只看死在枪下的人不是我，却是最不该死的人。那么审判长、辩方的主张你已经听到了，我们认为那个埋伏在矿石金融大厦进行狙击的人才是本案的真凶，而那位凶手的身份辩方暂时还没有线索。是的，调取监控也好，创世金融询问门卫也好，想找到他是警方的工作。如果身处天际贸易中心的被告是凶手，我们解释不了对面楼这些痕迹。除此之外，我们也无法从被告身上找到任何可以站得住脚的杀人动机。综上所述，辩方认为，被告行凶杀人的可能微乎其微。一派胡言！我方认为辩方为了确保委托人的利益所做出的努力，然而你们在进行推论的时候，这些关键性证据选择性失明，不能视而不见。案发现场玻璃上的弹孔只可能是银河射程。案发之后，警方对天际贸易中心的每一层都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可以确定是掉在现场的弹头只有一个，它正躺在死者的防弹衣之中。没错，经过鉴定，凶器手枪曾经击发了2枚子弹。如果真的如你所说，林小璐是被外来的弹头击杀的，那也到说说看，被告2次开火，弹头都跑到哪里去了？你说有人从窗外狙击的死者，也就是说，击穿玻璃的子弹和击中葵玉的子弹都不是被告所发射的。要真是如此，那现场岂不是有2枚弹头消失不见？审判长，检方的主张不会动摇，我们依然认为被告是凶手无疑。他在101层射击2次，1枚子弹射穿了窗户，1枚夺走了死者生命。确实他这个暂时想不到啊。说特地安排个人去那里楼上射击啊。子弹消失的原因，谁说我在101层开过2枪？我只开过1枪。如果会议上是被外部子弹所杀，说不定我的那一发恰好刺中了同一个弹头。一派胡言！你是射击在先，而死者倒击在后。
辩方实在太天真了，这被告演了几下苦情戏，还真就相信他。如果真出现问题，还有可能是某样已经消失的东西。姐说的没错，如果银河君不是凶手，那么他的2次开火就应该产生2枚子弹头。我们的推理不仅否认林小璐身上的子弹是他所售，连窗户都不是他打破的。那他射出的那2枚子弹究竟去了哪里？啊，又来了啊！OK 啊，先保存啊。这个复杂而又纠结的案件审理至此，我能感觉到自己离真相已经很近了。银河与林小璐2个人很久之前通过话约定在101层见面，然而林小璐项链上安装了窃听器，于是2人行踪被真凶截获。真凶为了击杀这2个天队干部，预先准备好了能击破防弹衣的穿弹甲。在案发当天，他在2层布下绳梯，又在101层放下了纸条和手枪。他本人则在对面的创世金融大厦101层待命。哦，我现在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是他那把作为凶器的手枪是个假的，就是开枪不会射出子弹，是个假枪。那把枪会不会是当初761？因为当初761号事件的手枪是没了，当初761号事件开了过一枪。我有点忘记了，跟着剧情走吧。但是现场消失的子弹头却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射穿玻璃的子弹和击中林小璐的子弹是同一枚，均由真凶发射。银河主张自己在慌乱中曾朝着随机的方向开过一枪。刚才姐姐却说，警方并没有发现除了击杀死者之外另外一枚弹头，所以我觉得那把枪就是空的，就是没有子弹，弹头是不能无缘无故消失的。难道他们之中有人说谎？2个人都没有说谎。为何银河君开枪，警方却没能在楼层找到弹头呢？子弹还留在枪内。如果银河君扣下扳机的同时，子弹并没有成功从枪里射出，那么现场就不会留下弹头了。鸡蛋击中了某人。如果银河君开的那一枪击中了某个人，但是随后携带着子弹离开，确实会造成这个结果。如果银河开枪时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弹孔，真凶刚好从同一个弹孔射入子弹，并击中林小璐，确实会造成这个结果。奇怪了，我能想到这几种可能性居然全都行不通。这么想来，清理完现场之后，我确认没有再留下任何血迹，便带着会理箱乘电梯来到了顶楼。我拔出枪，试图破坏门锁。欢迎 B 站第2大黄，晚上好，欢迎来到沙直播间。现在播无罪之庭到最后了。 B 站第2大黄说：“晚上好。”我对着门锁开了一下，但莫名其妙时门锁居然毫发无伤，肯定就没有子弹呗，是空的呗。我们一直没能搞清楚那个地方的硝烟反应，说不定和消失的弹头是同一件。今晚能打完第5章吗？今晚必须打完，好吧，逼着自己打完。除非是12点，要是还有就没辙了，12点得去睡觉了。B 站第2大狂说，
感觉要打到1点啊，这么久吗？这后面还有这么长的剧情吗？那我就播到11点好了，然后留到下一回了。大王说1点还是难啊！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才8点，神他妈才8点！银河朝着防盗门开枪，却没能破坏门锁。有问题的是什么？有问题的是手枪。非常悲伤的大象说那才7点半，笑死！银河朝着防盗门开枪，却未能破坏门锁啊！子弹，子弹有问题。不装啊！我真服了，哎，我就想说不装填子弹，然后我说枪有问题，他说不对，是子弹有问题，子弹怎么有问题？没装子弹。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那倒是，确实。如果枪里根本没有装填子弹的话，银河当然不可能打穿防盗门。不过这样一来，手枪也不可能测出曾经开火2次吧？哦，装填特殊的弹种，真凶事先布置的现场的陷阱。枪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完全是由真凶来决定。真凶的目的应该是同时杀死银河和林小璐2个人，但一个心思如此缜密又恶毒的凶手，可能为自己留了条后路，这就是未能按计划杀死2人，将其中1人的死加害于另一个人。想要做到这一点，装填可以正常开火但不能射出弹头的特殊弹种就是必要的一环。空包弹吧，空包弹。我操，我是天才！消失的子弹，记忆不穿的门锁，现在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所有真相在此刻汇聚成一个点。你忘了吗？今天早上有人在楼前鸣过票，鸣过礼炮，那东西自然会留下火药痕迹。礼炮里传的装的是空包弹，那是一种填了火药但不会射出弹头的无伤害弹种。我明白了，2枚子弹之所以不知所踪，终于想到原因了。警方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却仍然找不到弹头，并不是因为弹头落在了难找之处，而是因为这2枚弹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尼克军拿到的手枪装填的并不是普通弹药，而是2发空包弹。所谓空包弹是一种只有弹壳装少量装药的敌火子弹。这种子弹通常用于训练和演习，部分国家警察也会在枪里装填一发用来示警。它可以正常开火并发出爆鸣声，但不会有弹头射出。如果被告枪里真填了空包弹，就会造成检测出硝烟反应但不留下弹头的现象。一派胡言！反对！别忘了吗？这把手枪不是被告自己的，是凶手故意留在电梯门前的。凶人当然不会将具有攻击力的武器交到自己想杀掉的人手里。地战第2大黄说：“这音乐是真相区，还挺好听。”对，确实挺好听的。或许这个凶手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未能击杀银河的后果，此人早就料到银河在慌乱中开枪，因此事先在枪内装上了空包弹。不管银河有没有死，那么他在后续也必然会被检测出硝烟反应，这样一桩完美的嫁祸就完成了。我现在觉得啊，不会是他吧？不会是他？我操！我现在你看啊，现在没出现的人，他啊，不是他不算，他。我觉得照这个架势算，有可能是他，或者是他，我现在都猜不出来谁是凶手。警方拿到枪时，其中的弹夹已经射空，没人知道他填了什么。你要想从这个角度立证，就先给我提出证据。辩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反应，正是因为有证据支持。什么证据？我怎么不知道？但手枪里曾经装填过无法射出子弹的射出弹头的子弹。不许说青鹰，你可以从侧面证明。你不许说他抓狂。可以证明被告手枪能正常开火，但不能射出发射弹头的证据就是，我勒个豆，证据是什么？
哦，这个就是他。能够证明手枪里装填了空包弹的证据，就是这扇天才门上的防盗门。既然有硝烟反应，就说明一定有人冲着这把个门把开过枪。而这扇门并没有被枪击破坏，整个区域没有留下任何弹头和弹孔。能够造成这样现象的，只有装填空包弹这一种方法。这么一来，消失的2枚弹头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那在案发现场射击的弹头只有1枚，那就是杀害林小璐破译枪的那1枚。既然银河军的手枪里放着的也是空包弹，那么他绝对没有射杀死者的可能性。本来凶手只能是潜伏在对面大楼的一名狙击手。本案的死者竟是一位身份不明外来入侵者杀死的吗？被告虽然立即颁办，但听了辩方的论证结果，本庭确实很难认可他就是凶手。吵死了！呀呵，又开始驳回了是吧？驳回。针对辩护方刚才的例证，我方只有一个观点：驳回啊，全部驳回。又开始了啊，又来了吗？首先，关于被告手中装填了空包弹的假说，驳回。不要以为只有你懂军事知识，空包弹的品种比你想要的多得多。空包弹分为收口式空包弹和全型空包弹2种，前者不能发射弹头，后者依然能射出没有杀伤力的塑料子弹。我国境内流通的所有训练弹药全为全型空包弹，在开火之后仍会留下塑料弹头，对于现场勘测痕迹并不相符。不会，你要是犯罪组织，你会去偷空包弹这种东西吗？其次，所谓创世金融大厦存在狙击手一事，驳回。辩护方只凭借一些捕风捉影的痕迹做出了这么大胆的猜测，可那个硝烟反应，现在距离案发时间已过多时，稀薄的火药残留物根本不能证明和案件有任何关联。一枪穿透玻璃朝对面大楼射击，只用1枪便结果了目标性命，要何其精准！倘若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为何案发当天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案发当天我们关注焦点都在天津贸易中心，对面大楼确实没人注意，不是很正常的。驳回。不要把警方当傻子，我们就算没能注意到2栋楼的实际距离，也不会放过任何疑念。靠雷检早在昨晚就让查看过每个街区每一栋大楼的每一部电梯的监控。案发当日，我没有在摄像头下发现任何一名不属于此地的可疑人士，因此辩方的种种假设在现实面前均显得苍白无力。你的虚构和假设是为了掩饰弹错的语音，而故意弹错整个越剧语言，为了圆你这个家伙无罪的痴心妄想，不断产生这些虚妄的言论，该思考为止。综上所述啊，辩方对于被告的扣罪宣言毫无力度，本案的凶手依然只可能是银河。所有可疑人员调查过了，而且硝烟反应只有被告有吗？对的呢，对的呢。就当时发生案件的时候，就把所有人都围起来了，那栋楼围起来了。当时应该只有银河是有的，所以才锁定了他是嫌疑人。我想，审判长想看到的是拍下证人的监控犯罪录像和确实的目击情报嘛？比起他留下的结果，过程才是更重要的。地战第2大狂说，戴着手套可以避免硝烟到手上吗？那不太清楚，不只是手上，我不太知道。根据我以前看刑侦片的记录，就是你开枪的话，衣服上也会有，就是它是一个喷溅式的，就是喷溅式的东西，它会喷到你的身上。比较难防。地战第2大狂说，不过没有可疑人员，这个咋躲过去？对，也比较对，看看他咋说，你得拿出实际证据。哦，有的，在99层的时候说上面有个痕迹，我当时觉得。不会是就是有一个人降落到99层，我当时一直想的是，就是因为这栋楼里99层还有点事儿，这事儿还没拿出来说，等我看一下，如果确实死，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一个我们叫不出名字，甚至根本没见过的人。啊！我靠！
应该是没有更多证据吧。等等，果然啊，老哥还有话说，是我。方才伪造证言炮制证据，本人曾给法庭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次深表歉意。不过刚刚听了诸位辩论，本有一事却不得不说。是吗？你们已经漂亮的证明犬子才是天尊组织的领导者。此时此刻，本人仍是一国元首。诸位的礼数似乎变卦有些太快了。曾听到有人说看到楼外有人啊，你又说啊，你又知道了啊，你又明白了。反对。诸位要听的并不是本人的证言。本人方才听说，方才说的是乃是听到有人说起，也就是说这位目击证人并不是我。这个人可能是目击了枪手的身影，难道诸位不应该听听他的证词吗？乃是自然。案发那日，本人进入天际贸易中心，距离剪彩还要开始的一段时间。然在一到大厅驻足时，遇到了一个可爱小男孩。啊，果然啊，小男孩，那个小孩自称天天。或许自己一个人闲着无聊，那孩子便主动找本人来搭话。他说他妈妈正在忙，就把他留在大厅。虽然被明令禁止随意走动，但他非常想走进玻璃房子看看，并要求本人带他进去玩。我完全不知道天天和这位正道先生接触过，不过可以确认正道先生没有说谎。毕竟把观光电梯叫成玻璃房子，可是只有我家天天才能说出的话。何止是熟人，他们说的正是我的儿子石震天。这是怎么回事？沙星的儿子也被卷入案件中来？哎，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啊。正道先生，你该不会对我们家天天做了什么吧？那气好可怕。本人真没想到那个小男孩竟是庭上这位刑警女士的儿子。但是那孩子一直用渴求的眼神看着本人，本人实在难以拒绝，只好吩咐下属让原地待命，自己的带他上电梯游玩。在电梯上行的过程中，那孩子表现得非常兴奋。他当时突然对本人大喊道：“对面有超人在飞！”果然，我说对了吧？我说对了吧，朋友们，这个人就是从99层，要么是99层到101层，要不然是101层到99层，反正就这两种可能。他肯定是到99层了。这个时候就把99层这个事情给，讲出来了，兄弟们，我就说。对面有超人在飞，这正是他的原话。他带上顶楼之后，为了避免他母亲担心，本人又让电梯下行，带他返回了大厅。关于超人一事，本人当时认为这仅仅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现在想来，那时刚好8点左右，似乎与案件时间完全重合。刚才律师提到狙击手，让本人也猛地相信他这句话。虽然不知道那孩子究竟看到了什么，但至少他的话揭示了楼外有人的可能性。所以本人认为，诸位最好还是亲耳听听那孩子有什么话要说。有新的线索，当然认真听取。反对！反对！反对！OK， 对外报虚岁是5岁，实际上只有4岁半啊。好，抱着他。哦，可以看到有新的例会了。不过我现在也该到点了，等着人来
作证的时候咱们就下播。OK， 先休停30分钟，咱也正好今天也到此结束了，保存一下。结束了啊！悲伤的大象说：“才6点。”拜拜拜拜，大家拜拜。什么才6点？11点了，大家睡觉了。明天我还要早起健身呢，大家拜拜拜拜。明天玩剑星啊！晚安大象，晚安狗子椅子，晚安 B 站第2大房，晚安晚安，拜拜。非常悲伤的大象说：“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明天玩剑星啊！明天见，明天见。那我估计下周可能这个游戏就结束了。